那我再讲一个东西哦，就是在上一次的央行理监事会议的时候，有说陈情专线，对不对？结果你央行你用那个大家都不晓得的陈情专线来做施政的参考，你要讲啊，我们怎么知道？还不是陈情专线哦，是陈情信哦，是陈情信哦，所以可能真的遇到这个刚需要换屋第二屋想要贷高成数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你就写陈情信，也打陈情电话，就打然后 B 怎么样？到 B 银行第二屋要放你高成贷款，比方说第二屋给你放到7成、7.5%。就要这样子干，用央行这央行讲的啊，央行说我可以申请，然后我就来申请，大概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到底是谁好？央行也觉得麻烦那个我只是讲讲陈情，没想到你真的来写然后那个银行也觉得说，那个央行讲的不清不楚了，然后现在又要我来好配合就这样，然后你终于能够就不用搞这出啊这个新青安的 bug 真的是有点多，然后又一路打补丁刚开始新青安爱用就用，然后后来又一生一次，然后还要绑不能出租然后直接让早就租掉的人突然就变违法，很麻烦了真的是很麻烦，所以换屋主的这一块真的是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然后央行真的认为窃结书有效因为在被记者发问的时候，他说有啊，我们现在有提供啊那个窃结书的方式啊，就会有软钉子这种东西啊。政府现贷5成，换屋主3大解套策略一次看。先说结论3招可以用：第一，转贷后出租；第二，先卖再买；第三，签切结书。我是建议用第一个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民宿增加速度全台第一，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政府对换屋主很不友善，这是一个新的系列，我们会来聊说已经背房贷的人跟即将要背房贷的人才会知道的事情那我们就来讲换屋主会遇到的事情。换屋这件事情未来你也必定会遇到，但是现在的政策环境就是对你没那么的友善。我讲一个经典的场景未来必定会发生，就是你用新青安买房子，新青安推出的时间是2023年的8月，然后因为现在绑5年所以你最快可以卖的时间是2028年的8月。好，那到时候你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你手上的这个第一屋啊，你到底要不要卖掉？如果你不卖掉你的新青安第一屋的话，你换屋，你再去买下一个，你不是又撞到第二屋5成吗？然后因为你是新青安棒不能出租，所以你的第一屋怎么样？不能租人。好，那你卖掉的话，很可能会变成说怎么样？就是你可能就会在不对的时机点出售。例如说，如果那时候的房市还在冷的话那你的房子还是卖得掉，你会卖很久啦，但是可能就不会像在房市大热的时候价格漂亮。可是你遇到什么，你就要换房啊，你就有刚需啊，可能小孩要上学啊，有学区的问题啊，或老婆要生了之类的啊然后你要小换大啊，你就没办法选，你就被卡住。再来你要知道有解套的办法吗？那能不能解套？我个人认为办法有限，而且你可能都不会想用。第一个做法就是转贷，就把你的新青安贷款就换到别间银行做正常的房贷，那你就会必须把你的新青安涂销掉了，然后就变成没有优惠利率了。好，那你的新青安一生一次的优惠就用完了如果到时候大环境还在现贷还在银行排队的话那你可能你遇到的利息会高很多，但是至少怎么样？你现在房子可以合法出租了，那你就算一下投报看一下能不能接受保留这个房子。可是你还是撞到第二屋，你要去买下一个第二屋还是5成，应该就是要跟队友一起负担了，就是你的另一半就让另一半去买下一个首购比较高的成数这样。好，那第二个做法就是直接把你的新青安第一屋怎样卖掉然后讲好售后回租，就是跟房仲讲好，请他跟那个买方讲好，你卖掉以后还是要跟对方租回来的继续租个1年1年半之类的，让你去衔接你的下一间房子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拿到首购的席位来买房子然后你同时你还是继续住在自己家这样，这个买方会接受因为他不用找租客，他也不会担心房子被破坏还是被怎么样的至少我们这些自产如果原屋主售后要回租的话，然后有讲清楚说他的原因跟目的是什么，那我们评估一下，其实没有问题，我连房子都不用整理，因为他现在都住在里面，对不对？然后你每个月固定给我租金，不要低行情太多，都是没问题的那你的负担就会比较少这样。
然后你的买跟卖在2年之内完成的话，还可以享受重购退税400万的额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那这也是政府现在比较想要你去走的路，我看起来是这样啦收后回租这样。最后你要知道，如果是我会怎么选最后我讲一下，还有第3个做法，但是我不推就是去年9月19号的第7波信用管制有针对换屋主去做松绑就如果你签下换屋切结书的话，承诺可以在1年之内把房子卖掉的话，你就可以不受第二屋5成的限制，这是央行讲的那这个方案的成效到底是好不好？来看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央行资料透露，换屋主心累。先买后卖签切结书，2年2000件，这换算起来1个月不到100件这样，所以这很明确，这个政策民众不买单，是这样吗？我跟你讲，是银行不买单。我们身为买方我签个切结，然后1年内卖掉就可以高贷款，我当然签，我先签再说啊。问题是银行不收啊，他听到你要签切结，什么问题又一堆了，对不对？所以会造成说这个申请的数量变低嘛？为什么？因为央行它没有明确定义出明确的条件。我们再来看一次央行是怎么讲的，他写自然人有房屋者，应有实质换屋需求，经与承贷金融机构切结约定事项后，新申办的第1户或第2户购屋贷款（括号非高价住宅贷款）就那个豪宅线以上，得排除此次规定适用。他只有说可以排除第2屋5成所以第2屋现在是怎样？是6成还是7成还是8成？银行说了算。那你觉得那个怕被央行动不动修理的银行，他会贷给你几成？软钉子就是这样用的我确实给你比较高的成数可是就是比5成多一点，那你看你要不要？然后要贷你20年还是30年，也变成银行说了算，利息也是银行说了算。所以你采用这招的风险怎么样？确实很大，你会被逼着要在1年之内卖掉房子那很可能会被自己搞成什么？自己在那边急售。所以这个方案我看一看，我个人觉得说，除非你很有信心走这一条路，不然的话，你看看你要不要选1还是选2我应该是会选1，就是转贷然后出租。因为新青安我们早就不适用了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没有吃过新青安的好处，就变成我也不觉得新青安有什么厉害的，就对我来说是无痛就这样，那就转贷然后出租，利息变高就变高，我继续持有房子，然后第2户的自产就看选低总价就这样。我相信有很大的几率是怎么样？是5年后回过头来看2025的房价，还会觉得5年前2025的房价其实很便宜。讲到这边又要被喷的总之，你可以不相信房价会上涨你可以不相信政府的施政，但是你一定会相信一个东西叫做通货膨胀就是这样。现在吃东西好贵你有没有觉得？我怎么记得我在高雄吃东西吃晚餐那个锅烧意面大概60、65块而已吧我现在去看大概都80、90、100多呢这个吃的东西都变贵了。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困扰说平常那个晚餐要吃便宜，我要去买哪里？有点找不到呢。你知道的话就跟我说，你平常包便当都去哪一家？真是找不到。我已经想说我去找锅烧意面来吃，然后就是便宜的东西嘛，我那花一花还是有点高，不太懂对啊，通货膨胀，然后再膨胀个5年，然后基本薪资又要调涨，对不对？5年后回来看2025，即使未来的贷款环境不好，还是怎么有的没的，但通货膨胀就是会存在嘛。那会存在，又让它通膨个5年下来，就房地产还是很值得期待的我就是这样子想的。好，那还是你有其他的剧本可以来解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教一下。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哦。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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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哦，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哦，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哦，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哦，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哦，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哦。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哦。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哦，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个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哦。这是讲的是建宏的故事。建宏哦，2年前买房子，然后他就是第一批使用新青安的人。其实以前就有青安，你知道，只是他贷800哦。那后来改了一个新青安哦，他就是第一批使用新青安的人。他买了一间老公寓，然后他现在一直在犹豫说要不要换房子，因为当初就是房市的小白嘛。他买房子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啊，看到喜欢的他就上了，结果住2年之后很不习惯。尤其是小孩出生哦，他现在变成要扛婴儿车上下楼，跟那个奶粉哦，就是他自己扛。然后他的岳母也时不时暗示他说，这个老人家爬这个楼梯很吃力，很危险哦，就用暗示的。那他看一看，他就觉得说，应该是要换屋了。那他也做了很多功课哦，那也看了频道很多影片，又跑来问我，那就一直无法做下决定，因为每个选项看起来都不是很美好哦。那第一个方法是转贷出租，然后去买第2间，卡到什么问题？因为他现在想要买的是电梯3房，有小孩嘛，又不要爬楼梯，电梯3房中古的，但是啊，他就撞到第2屋5成哦，那你要去存到这个第2屋5成的头期款是真的很硬。那第2个方法是先卖再买哦，然后售后回租，这个方法看起来比较靠谱。可是啊，他们家旁边的捷运哦，说这几年就会盖好哦，那如果他直接卖掉，现在卖掉的话，他自己都舍不得未来的增值。第3个方式是跟银行签切结书，保他的第2屋能贷比较高。可是银行哦，他跟我讲说，银行也各种暗示他，就是不会是像首购一样的条件，会比5成高啦，但是高多少就很含糊其辞。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干脆就转贷过来算了哦？所以他现在就悬在这边哦，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他最后还是想一想哦，还是觉得就转贷出租好了。哦，因为他是第一批用新青安的人，以现在的涨幅来说，他转贷以后投报还可以，虽然不能大赚一笔哦，但是至少啊，他的金钱的压力是低很多的。那头期款怎么办？他想一想，就继续存啊，哦，就这样啊，小孩还不大，他就继续再这样扛啊，哦，还是存一点钱。然后他也跟老婆商量说，他下班以后去跑 Uber 哦，多存一点头期款，看能不能加速哦。但是这样就没有办法跟老婆换班顾小孩啊，结果又吵架。反正就是这样了，他就一直没开口。那你问我，反正就是倾诉他的烦恼，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开口了没。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用新青安买房哦之后会遇到的状况，因为好上车就先急着先上车再说，结果后来住了各种不喜欢，然后切结书银行又不想要，你知道啊，就被卡住啊。我要留这间，当初为什么要上这台车？啊，就是旁边有重大建设啊，他还要上那台车啊。啊，你现在因为自己自身需求的关系，我是跟他讲说。你看你老婆的条件能不能再发动一次首购啦，不然怎么办？哦，然后又要小心什么？小心说你转增贷，增贷的钱不能流入房地产，什么有的没的。现在对换屋主来说，真的不是那么的友善。那我再讲一个东西哦，就是在上一次的央行理监事会议的时候，有说陈情专线，对不对？结果你央行你用那个大家都不晓得的陈情专线来做施政的参考，你要讲啊，我们怎么知道？还不是陈情专线哦，是陈情信哦。哦，是陈情信哦，所以可能真的遇到这个刚需要换屋哈，第2屋想要贷高成数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你就写陈情信，也打陈情电话，就打哦，然后逼怎么样？倒逼银行第2屋要放你高成贷款，
比方说第二屋给你放到7成、7.5%，就要这样子干。用央行哦，这央行讲的啊，央行说我可以申请，然后我就来申请，大概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到底是谁好？央行也觉得麻烦哦。那个我只是讲讲成型，没想到你真的来写哦。然后那个银行也觉得说，那个央行讲的不清不楚了，然后现在又要我来好好配合哦，就这样。然后你终于能够就不用搞这出啊，这个新青安的 bug 真的是有点多，然后又一路打补丁哦。刚开始新青安爱用就用，然后后来又一生一次，后来又绑不能出租哦，然后直接让早就租掉的人突然就变违法，很麻烦了，真的是很麻烦。所以换屋主的这一块真的是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然后央行真的认为窃结书有效，因为在被记者发问的时候，他说有啊，我们现在有提供啊，那个窃结书的方式啊，就会有软钉子这种东西啊，就是加油了。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汉一。